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，周一早上起床，脑海第一句话不是早安主耶稣，而是又要上班了，或是你曾经在加班的夜里，望着一盏盏还亮着的办公室灯光，心里浮现这样的念头：这就是人生吗？每天忙工作、赚钱、应酬、KPI、年终，然后明年再来一次。很多人会问，信仰和工作有什么关系？信耶稣不就是星期天去教会吗？礼拜一到五还是得拼命工作啊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信仰不只是让你上天堂，而是帮你重新找到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呢？现代生活实例，3种工作的心态。一，只是为了钱的工程师 Alex 是个年薪100万的软体工程师，从大学开始就拼命写程式，只为了早日财务自由。他说自己是用青春换现金，可是到了30岁那年，他存了几百万，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工作。我每天写程式，不是因为热情，而是因为恐惧，怕输，怕没钱，怕被时代淘汰。他来到教会时，最常问的一句话是：如果上帝真的爱我，为什么我的工作让我这么疲惫？2，想改变世界的设计师 Fiona 文心是自由接案的品牌设计师，热情洋溢。他说自己想透过设计让世界更美好，但他也坦白，有时候理想很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客户只在乎漂亮，不在乎理念。久了，我也怀疑，我到底是设计师还是画图机器？他信主后问的一个问题是：上帝真的关心我的设计吗？他会不会只在乎灵魂得救，却不关心我每天的专案？3，每天都在服侍的便利商店店员阿国是夜班店员，他刚开始觉得工作很低阶，没什么成就感，但信主后，有一晚他在清冰箱时，心里突然一动，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做很多普通的事，煮饭、走路、洗脚，难道我每天做的不也可以是敬拜吗？从那天起，他决定把每一位客人当成主差来的，他开始多一点微笑，多一点耐心，也在适当的时候送出一张邀请卡。周日我有个很特别的聚会，你可以一起来。他说，我以前是为了薪水打卡，现在是为了主活出价值。信仰与生活的3大关系。1，神不是只在教会，而是在你工作的每一天。创世纪1章，神创造天地，也是在工作。他创造光、空气、动物，然后说这是好的，这是一位乐在工作的神。而且他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，让人管理万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受造就是要与他一起工作。你每天上班不是从神的世界抽离，而是走进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计划里。你们做工要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哥罗西书3章23节。2，你不是工作的奴隶，你是神的同工。如果你只为升迁而拼命，那你很容易变成工作奴隶。但当你知道自己是与神同工，一切就不同了。你不是在办公室混日子，而是在见证神的性情。他是有秩序、有创意、有忍耐的神。文心后来说，我发现我做设计不只是为了客户，也是在表达神的美。Alice 也渐渐明白，我的技术可以帮助社会解决问题，信仰让我看到城市背后的灵魂。
3. 工作是敬拜的一部分。敬拜不只是唱诗、祷告，也包含你每天做的事。当你带着爱心对同事，诚实对待报表，耐心回应主管，那就是在职场敬拜神。甚至你清洁厕所、整理简报，面对无理的客户，都可以是一种献上。如果你知道你不是为人而做，而是为神。凯西在一间外商公司做财务主管，信主后，他希望成为一个诚实的领导者。有次他拒绝参与一个灰色地带的账务操作，结果被冷冻，他很气馁，但仍坚持原则。有一天，他前主管悄悄约他吃饭，说：我观察你很久，觉得你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力量。我最近婚姻出了问题，我可以问你信仰的事吗？那天凯西才发现，原来他的工作就是他的见证。他说：我失去了一个职位，却得到了职场的使命。结语：当信仰走进职场，你的每一天都不再一样。信仰不是让你逃避工作，而是让你重新看见工作的意义。你会发现，原来每一次耐心回应是一次敬拜，每一次诚实选择是一次见证，每一次放下自我是一次学向耶稣。你的职场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，它是你与神一起建造世界的工地。